一位慈爱的母亲被发现惨死在了家里。案发现场没有太多线索，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。不过种种迹象表明，受害者的丈夫和儿子可能就是凶手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，警方始终没有找到定罪的证据，但却意外收获了一条关键性的线索。根据这条线索，他们终于抓获了一名意料之外的凶手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州谢南多厄，这里位于爱荷华州西南部，距离内布拉斯加州仅一河之隔，常住人口大约5000人，是佩奇县下属的一座城市。谢南多厄是个紧密结合农业的小镇，曾经被称为世界种子和苗圃中心，当地人多数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居民，流动人口和犯罪率很低，是个公认非常安全、很少有暴力犯罪的地方。主人公辛迪·波顿出生于1949年5月22日，案发时39岁。辛迪成长在马歇尔县一个幸福的4口之家，他有一个哥哥名叫达里尔，兄妹2人在父母的农场里快乐长大。高中毕业后，辛迪在当地餐厅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，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罗伯特。罗伯特来自爱荷华州另一座小镇，距离辛迪家大约半小时的路程。在一次吃饭时，罗伯特迷上了辛迪，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了这家餐厅的忠实顾客。罗伯特每次来餐厅时总是找机会和辛迪聊天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他如愿成为了辛迪的男朋友。1969年，两人交往的半年后顺利完婚，大约1年后，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约翰。约翰出生后没多久，罗伯特就应征入伍，成为了一名军人。自此照顾家庭和孩子的重任全都落在了辛迪一个人身上。天生乐观开朗的辛迪对此没有半句怨言，她总是把丈夫和儿子的需求放在第一位。辛迪把这个家操持得很好，儿子约翰也在她的细心照料下成为了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。1977年，约翰从军队退伍，他一直有个当牧师的梦想，于是在和辛迪商量后，他们一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艾文斯顿市。罗伯特进入了一所私立神学院进修学习。1981年，罗伯特从神学院毕业，1年后，他们一家又搬到了谢南多厄市。罗伯特成为了当地一所教堂的牧师。尽管罗伯特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但这并不是一份高薪的职业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他和辛迪还要找一些其他工作补贴家用。罗伯特在一家汽修厂找了份清理工的兼职工作，妻子辛迪则找了3份工作。其中主要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售卖甜甜圈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共同打拼，他们一家也在当地逐渐安稳了下来。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将要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意外却突然降临在了辛迪的身上。1988年9月6日下午2点左右，正在汽修厂工作的罗伯特忽然接到辛迪的同事罗杰斯的电话。罗杰斯表示，辛迪错过了下午上班时间，打他们家电话也一直没有接听，所以询问罗伯特辛迪是否遇到了问题。罗伯特回应道，他刚刚吃过午餐从家里出来，他认为辛迪没有任何问题，迟到的原因或许是在家午休睡过头了。听完罗伯特的解释后，罗杰斯也没有继续追问，很快结束了通话。大约1个小时过后，罗伯特再次接到快餐店的电话，这次打电话的是辛迪的老板。得知辛迪一直没有上班后，罗伯特也开始有些着急了。他给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，辛迪一直没有接听。于是罗伯特决定放下手里的工作，回家检查一下。下午3点30分左右，罗伯特回到住所，在自家的餐厅里，他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辛迪。见到这种情况，罗伯特没有继续靠近，他退回到门口，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和医护人员很快来到事发现场。经过现场医生的确认，辛迪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。被发现时，辛迪侧躺在厨房中央，他的身上遍布着大大小小几十处刀伤，胳膊和手臂上还有很多防御时留下来的痕迹。尸体附近有4把带血的武器，其中有1大2小2把叉子，还有2把不同形状的厨刀。这些物品不是凶手带来的，全都来自厨房里的餐具。案发现场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，也没有明显丢失贵重物品。
鉴于这些发现，警方判断凶手一定是辛迪熟悉的人，犯罪动机不是抢劫，应该是出于私人恩怨。得出结论后，警方首先对丈夫罗伯特进行了询问。当警方告诉罗伯特辛迪是被人所害，问他有没有怀疑对象时，罗伯特给出了惊人的答复。他表示辛迪没有和任何人结怨，并且认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件，辛迪一定是在捡地上的餐具时不小心跌倒去世的。罗伯特这种睁眼说瞎话的行为马上引起了警方的怀疑，于是他们详细询问了罗伯特案发期间的所有去向。罗伯特表示，平时他和辛迪一直有回家吃饭的习惯，所以这天也不例外。中午12点，他从气球场下班回家，辛迪准备好了意大利面作为午餐。吃完饭后，他们就准备各自出门上班了。下午1点左右，他回到气球场继续工作。期间他接到2次电话，得知辛迪一直没有上班，然后他才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家查看情况。结果刚一进门，他就在餐厅里发现了辛迪的尸体。罗伯特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半点悲伤情绪，仿佛就像在诉说一件别人家的事情一样。这种反常的迹象让他成为了头号嫌疑人。此时辛迪的尸体和现场物证已经被送到了犯罪实验室进行检测。在等待检测结果的同时，警方首先到气球场核实了罗伯特的不在场证明。气球场的老板证实，罗伯特确实在中午12点离开，下午1点左右回到这里上班。不过他注意到，罗伯特下午上班时换了一身新衣服，旧衣服被他丢到洗衣机里清洗干净了。气球场老板的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罗伯特换衣服很有可能说明他趁着午休的机会杀害了辛迪，换掉旧衣服就是为了销毁上面的证据。为了验证这一推测，警方找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了解情况。朋友们表示，最近1年来，罗伯特和辛迪的处境非常糟糕。先是罗伯特所在的教堂倒闭，他们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；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儿子约翰产生了严重叛逆心理，拒绝继续读书。这2件事情加起来，让他们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生冲突。朋友们的言论让警方怀疑，约翰可能因为家庭琐事对辛迪实施了残害。考虑到朋友毕竟还是外人，最清楚这家人关系的还是他们的儿子约翰，于是警方打算再找约翰核实一下。可是当他们寻找约翰的时候，发现此时他已经下落不明。费了好大力气，警方才在一个朋友家见到了约翰。约翰解释说，得知母亲遇害后，他非常难过，所以就跑到了朋友家里。警方问道，今天有没有察觉到任何反常现象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问题？约翰回答说，父母确实经常因为琐事发生冲突，但他不认为父亲会是凶手。今天一整天他都在学校里上课，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当警方准备继续询问的时候，约翰回应道，他现在心情很糟糕，不想再回答任何问题，希望警方给他一点时间冷静一下。看着约翰难过的样子，警方也不好继续追问，于是谈话结束后，他们一行人就离开了。当天下午晚些时候，警方得到消息，一位目击者报告称，案发中午1点左右，他见到过一名男子匆匆跑出了辛迪的家。他没有看清楚这名男子的样貌，只记得他是棕色头发，嘴巴瘦瘦的，看起来年纪不大的样子。目击者的描述让警方忽然意识到，这名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约翰高度匹配。如果这名男子就是约翰，那他先前表现出来的难过样子一定是伪装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审讯拖延时间。考虑到这一点，警方马上行动。他们来到学校核实了约翰当天的活动轨迹。约翰的老师证实，这天他确实来过学校，不过在下午1点半到3点之间，约翰没有任何课程，没有人能确定当时他是否还在学校。老师的说法和目击者的证词让约翰成为了第2位嫌疑人。考虑到当天他停课时间与案发时间高度吻合，于是第2天一早，警方再次找到约翰进行了询问。当约翰得知自己成了嫌疑人后，情绪非常激动，他坚称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也不可能会对自己的母亲下此毒手。显然警方是不会相信他的说辞，他们询问了约翰案发当天1点半到3点之间的去向。约翰表示，当时他一直在学校操场，有很多同学都看到过。根据约翰的说法，警方又走访了他的同学，有几位同学证实，约翰在那段时间确实就在学校。
尽管有人作证，但这并不是严谨的不在场证明。截止到现在，约翰和罗伯特仍然是警方最大的嫌疑人。案发3天后，警方拿到了详细的检测报告，辛迪的死因被确定为利器刺伤，他的身上有多达29处伤口。从伤口形状来看，凶手至少使用了4种武器，其中包括案发现场找到的2把叉子和厨刀。不过这4把凶器都被人为抹去了使用痕迹，技术人员没有在上面找到指纹或者其他证据。另外，法医还在辛迪的胃里发现了中午吃下的意大利面。从食物的消化程度判断，辛迪的死亡时间为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左右。这份检测报告让约翰洗脱了作案嫌疑，同时也更加让警方相信丈夫罗伯特就是凶手，因为这段时间只有他和辛迪在那所房子里。基于检测结果，警方再次找到罗伯特进行了审问。这次他们采取了强硬的审讯策略，警方一上来就直接说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，让罗伯特尽快交代实情。不过罗伯特丝毫没有动摇，他还是坚持一开始的说法。看到这种情况，警方又对罗伯特进行了测谎。测谎结果表明，罗伯特的说法出现了不确定因素。本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，警方又对罗伯特进行了轮番审讯。不过不管他们怎么问，罗伯特就是不改口，到最后他干脆直接坐在椅子上睡着了。眼看法律允许的审问时间快要结束，警方也没有任何办法，最后只能让他离开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罗伯特几乎每天都会受到警方盘问，社区的居民也都认为他就是凶手。每个人见到罗伯特都会躲得远远的，亲戚朋友们也都把他拒之门外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仅仅生活了1个月后，罗伯特就因为受不了外界压力，带着儿子离开了这座城市。罗伯特的举动在警方看来无疑就是畏罪潜逃，一方面他们派人时刻跟踪罗伯特的去向，另一方面也在从其他地方寻找新的突破。最终在案发的2个月后，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。原来在辛迪遇害的几周内，当地就接连发生了2起恶意纵火事件。这2起纵火案看似和谋杀案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发生在谢南多厄这座小城镇还是非常罕见的。警方开始怀疑这一切的背后可能全都是一人所为。为了尽快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他们又对纵火案进行了调查。好巧不巧，就在警方调查期间，当地又发生了1起恶意纵火事件。这次被点燃的是当地的市政府大楼。由于消防员救火及时，这场大火没有造成太大损失。在对纵火现场检查后，警方找到了一张肇事者留下的信件，上面赫然写着前2次纵火案的地点以及辛迪的名字。写信人自称为夜行者。夜行者这个名字警方并不陌生，他是加州一个连环杀人犯的昵称。不过这名罪犯早就被关进了监狱，所以很明显这是一起模仿犯罪事件。为了找到夜行者的真实身份，警方又对信封进行了仔细检查。分析人员通过技术手段成功采集到了一枚清晰的指纹。不过这枚指纹经过比对后，与当地已知的所有犯罪人员全都不匹配。就在案件的进展即将要陷入停滞的时候，一条关键性的线索终于落到了警方的手里。1989年1月31日，辛迪遇害的4个月后，一名叫杰克逊的高中生来到警局，他说想和负责人谈一下辛迪的事情。警方看着这位年轻人，感觉有些面熟，简单了解后才得知，杰克逊是辛迪儿子约翰的好朋友，而且也是当时给约翰作证的同学之一。杰克逊告诉警方，前几天他和朋友吉姆聊天时，偶然谈起了做过最疯狂的事情。吉姆突然停顿了一下，接着缓缓地说道，他确实做过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，他亲手杀害了约翰的母亲辛迪。说完，吉姆拿起一张纸，一边手绘犯罪现场，一边讲述作案经过。杰克逊认为吉姆说的肯定是真的，所以他决定把这件事情告诉警方。听完杰克逊的说法后，警方认为可信度非常高，于是他们马上找到吉姆进行了审问。吉姆一开始坚持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，他只承认前面犯下的3起纵火案。经验丰富的警方对付这位年轻人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在他们强大的攻势下，吉姆终于承认了这一切。吉姆和约翰是同学，也是最好的朋友，平时他们以兄弟相称。由于2人经常在一起，所以辛迪也对儿子的这位朋友很熟悉。辛迪对吉姆非常好，就像对待儿子一样。
吉姆也经常在私底下称呼辛迪为第二个母亲。不过吉姆和约翰不同，他是一个坏孩子。吉姆不喜欢读书，他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就瞒着家里人从学校辍学了。这件事情被吉姆的父亲得知后，两人发生了激烈冲突，吉姆被父亲赶出了家门。流落街头的吉姆对父亲产生了强烈不满，以至于满脑子都是杀掉父亲的想法。不过吉姆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无法与父亲对抗，于是就想在动手之前先找个人练练手。思来想去，他就想到了自己第二位母亲辛迪。案发这天，吉姆吃过午餐后步行来到了辛迪家，看着罗伯特的汽车还在车道上，他没有着急动手，直到罗伯特离开后，他才上前敲开了房门。开门后，吉姆说道，他找了份工作，需要有人在推荐信上签字，希望辛迪能够帮帮他。原本辛迪上班快要迟到了，要尽快出门，但听到吉姆的请求后，辛迪还是决定留下来帮助吉姆。签完字后，两人又在房间里聊了一会儿，期间吉姆说他有些口渴了，想要喝水，于是辛迪起身走到厨房，准备为吉姆接水。看着辛迪的背影，吉姆知道机会来了，他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折叠刀，狠狠刺向了辛迪。辛迪一边反抗，一边哀求吉姆住手。不过辛迪并不知道，吉姆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拿他练手，所以辛迪哀求的越大声，吉姆下手就越重。看着辛迪一直没有停止反抗，吉姆又拉开抽屉，拿出了厨刀和叉子，把这些工具全都用上以后，辛迪很快失去了生命体征。看着辛迪一动不动的尸体，吉姆终于停止了攻击。他仔细擦掉了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，洗掉了自己身上的血迹。所有事情处理完后，吉姆才离开了那里。可悲的是，这一切辛迪的儿子约翰并不知情。事后他还找过吉姆倾诉过自己丧母之痛。约翰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当时坐在面前安慰自己的好兄弟，居然会是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。事后警方根据吉姆提供的位置，在一条小溪里找到了那把丢弃的折叠刀。经过检测，折叠刀上有吉姆的指纹，而且也有辛迪的血迹。除此之外，吉姆的指纹也与纵火案中发现信封上的指纹一致。1989年10月，辛迪遇害的1年后，案件进入了审判流程。时年19岁的吉姆·贝蒂斯1级谋杀罪和3项纵火罪罪名成立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